说句难听话，扶持一个企业，我真没那本事，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，抓住一点小问题一放大，这个企业就要垮。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、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背景下，一场席卷全国的罚款风暴正悄然展开。地方政府为了填补财政窟窿，不惜使出浑身解数，将魔爪伸向了无辜的百姓和苦苦挣扎的企业。这场暗流汹涌的财政危机正在将普通中国人推向绝境。据报道，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的罚款收入总额高达3687亿元人民币，较2013年的1613亿元翻了1倍多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2023年的罚款收入预计将达到惊人的3800亿元人民币，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平均被罚款270元。在辽宁省的盘锦市，这种情况更加触目惊心。2023年，这个仅有140万人口的小城市，竟然通过罚款收入13亿元人民币，平均每位居民被罚款超过1000元。这笔罚款收入占全市税收的13%，堪称触目惊心。一位盘锦市的网约车司机无奈地说：“现在的执法太严了，开车不让行人就要罚200元，这可是我们一天的收入啊！”这位司机的遭遇并非个例，在全国范围内，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小城市对罚款收入的依赖程度惊人。例如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梧州和贺州，罚款收入占税收的比例分别高达 29.8% 和 23.2%。这意味着，几乎每3元税收中就有1元来自罚款。为什么地方政府如此迫切地需要通过罚款来增加收入？答案是，他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困境。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前7个月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135663亿元，同比下降 2.6%。其中，税收收入111240亿元，同比暴跌 5.4%。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正在急剧缩水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一直以来作为地方政府印钞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出现断崖式下跌。前7个月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仅为17763亿元，同比暴跌 22.3%。特别是在2023年7月，土地销售收入同比暴跌 40% 以上，降至2500亿元，创下自2016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。眼看着财政收入不断下滑，却还要维持庞大的政府机构运转，支付公务员工资，完成各项民生工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官员不得不铤而走险，铁了心要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。在这种危急情况下，非税收入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。2023年前7个月，全国非税收入达到24423亿元，同比增长 12%。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高达 18.0%， 较上年同期的 15.6% 提高了 2.4个百分点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至少有16个省份的非税收入超过了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/3。这意味着，在这些地方，政府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正常的税收，而是来自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和罚款。以吉林省为例，2023年1至7月，全省非税收入高达247.6亿元，同比增长 29.5%。其中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08.7亿元，增长 53.7%， 罚没收入35.4亿元，增长 45.9%。官方解释说，这主要是因为网络赌博、网络诈骗等公安大要案，以及纪检监察等罚没收入集中缴库。但是，普通民众却感受到，这些罚没收入很可能来自对他们的各种苛捐杂税。
当我们深入研究罚款收入的具体数据时，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浮出水面。2022年，全国罚没收入高达4283.98亿元。这个数字本身就令人吃惊，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它的增长速度。仅仅6年前的2016年，这一数字还只有1918亿元。换句话说，在短短6年内，中国的罚没收入增长了120%，翻了整整1.2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2023年的全国罚没收入数据至今未公布。有分析认为，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太过惊人，官方担心引起民愤而不敢公开。正如一位网民所说，没有数据反而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。在这场全国性的罚款运动中，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有报道称，部分地方甚至将罚款额作为部门或个人的绩效考核指标。这意味着执法人员为了完成任务，不得不创造性地寻找各种理由来开罚单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山东，一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与企业沟通时，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：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，抓住一点小问题，一放大这个企业就要完了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名执法人员还提到，今年5000万政绩完成了2100万了，还差2900万。这番话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，在一些地方，执法部门已经不再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守护者，而是变成了以罚款创收为目的的猎人。他们的目标不是帮助企业发展，而是如何从企业身上榨取更多的钱。想象一下，你辛辛苦苦经营的小店，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违规就被罚到倾家荡产。这就是当前中国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的残酷现实。一位浙江的企业主无奈地说，现在做生意太难了，不仅要应对市场竞争，还要时刻提防各种执法检查，稍不注意就可能因为一张罚单而血本无归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一些地方政府的罚款狂潮已经突破了时间的界限。有报道称，某些地方甚至开始对企业和个人进行长达30年的倒追式罚款和补税。这种做法简直闻所未闻，令人不寒而栗。面对日益严重的乱罚款问题，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出面干预。2023年8月，中国国务院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强调，各级政府要优化执法方式，对乱检查、乱罚款等问题要及时制止和纠正。然而，这样的表态能否真正解决问题，仍然存在很大疑问。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，根本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。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任何表面的改革都只是隔靴搔痒。一些专家建议，地方政府应该刀刃向内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而不是刀刃向外，在乱罚款上发力。然而，面对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固化的利益集团，这样的建议能否得到落实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在这场由财政危机引发的罚款盛宴中，普通的中国民众和企业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。他们不仅要面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收入减少和就业压力，还要承受来自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和无理罚款。一位退休教师感叹道，现在的情况就像是在竭泽而渔，政府不懂得培育企业，反而用各种方式压榨企业和百姓。这样下去，经济只会越来越糟。的确，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一方面，外资和本土企业纷纷外移；另一方面，政府却在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对企业和个人的压榨。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。许多人开始担忧，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还能维持多久？政府这种短视的做法，究竟会把中国带向何方？这些问题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心中的隐忧。